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直播啊！我们上个星期停了直播啊，但是呢，这一两个星期内发生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今天晚上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啊，有几个主要的很关键的内容。第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到底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无论我们是投资也好这个工作赚钱。做生意这个未来的经济发展如何如何看，如何影响我们，对吧？有一些大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呢，我们会今天探讨一下，特别是最近美联储加息，上个星期是加了最后一次他们所说的最后一次加了1码但是呢，我看过外面的人的解释啦、分析啦，很多人的意见啦，我觉得他们都是看不到一个关键 ，they miss the point，而且呢有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错误的一个判断，所以可以看到股票市场是微微的涨了，特别是星期五涨了，对吧？但是呢，我看了细节在摸鬼所以今天晚上会给大家看一系列的数据，让大家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东西，让大家可以做更好的决定，走在市场的前面，避开股灾。找到十倍股，让财富滚雪球，好吧？所以特别今天我们也会讲讲未来的机会会在哪里现在是发生了蛮多的事情了，所以呢，大家要留到最后当然呢，我另外一个今天晚上所讲的方法是套用这个选股5部曲这个框架所以呢，正好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来重新温功课。重温一下如何套用选股5部曲这一个选股票的框架来看到这些时事的判断，来做一个投资的策略投资这个的部署或者是买卖的一些低买高估的一些行为所以呢，在这里麻烦大家也可以给我一个统计，好不好？如果你已经看过我的选股5部曲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看过了如果你可以更加详细一点的话，我看过了1次，我看过了2次，我看过了3次、4次、5次、6次我最近才看，或者我1年没看了，或者我从来没看过，都可以所以呢，给大家这样的话，让我可以了解了之后，知道讲多少的细节如果大家全部忘记了，那我要讲多点细节。如果大家都知道的，那我讲多一点，但是讲快一点，好不好所以呢，有了这一个之后我们一开始就讲讲最近呢，我在这个 Facebook 有讲到了台湾的经济，也有讲到了，特别在 GMT 里面有讲到了。我看到台湾有一些经济学家看中国大陆的一些经济的数据而发表了一些意见，我觉得他们是看错了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看错了台湾的经济，看错了美国的经济，特别是对投资市场带来的影响看错了所以我最近拍了一个非常好多内容但是我们的检测团队还是做了非常好的工作，把很多的内容这个满满的放在21分钟的一个视频里面，上个星期五2天前上传的，看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是讲了一下我对这个经济的看法，特别是我喜欢给大家一些框架，在这个框架里面呢讲到了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还有一个超级长周期。如果你还没看过的，或者这个好像理解的还不太多的话，我当然建议大家可以在有时间的时候再看一下这一个视频，在 YouTube 上面的视频那所以我觉得好东西可以看多点，好吧 ？OK， 那今天这个直播呢，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套用一下，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如何可以应用到投资股票的里面来赚多点钱如何可以低买高估，如何可以避开股灾，如何可以搭上一个顺风车。所以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开始 OK。那我们套用到在那个视频里面我讲过短周期、中周期、长周期，对吧？短周期基本上来说是我们作为一个人人类是很难
去捕捉到的啊，我们不够机械人快啊，外面有些 algo trading， 有些程序的交易，高频的交易，他们可能会把握的好一点。我们要在短期的高频的短炒等于是把我们送进那个绞肉机我们被人家去割韭菜的所以短炒就不要短炒，这是真的是很多人迷信，好像炒多几次能赚多点钱我观察了这么多年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那个学生，还有我看到很多很多的观察的短炒没幸福的，所以短炒没幸福这句话大家可以写下来，以后这个七爸爸有些名言有查理芒格的名言，有巴菲特的名言，有这个七爸爸的名言，对不对？短炒没有幸福的OK， 那好了，中线呢，中期的这个波动周期呢有一点这个能够帮助我们低买高估的一些方法所以马上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美股是没有信号所以没有信号的时候不要拼命的买卖，对不对？因为拼命的买卖的话，未来的方向不知道。大家就来问我，七爸爸，美股为什么没跌七爸爸，美股又涨了。其实你看一下，美股没怎么涨，是不是所谓的肯定有几天会涨，有几天会跌，有几天会涨，有几天会跌，但是那是一个我们刚才所说的短暂的、短期的一个噪音noise， 一个噪音一个醉翁的一个 random walk， 对不对？我们很难去估计到的。但是如果我们用看中周期来看的话有一些点我们是这个把握这个低买高估的把握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些点，比如说之前那个上升轨道或者下降轨道的顶或者底，基本上碰到之后那个方向我们把握到的方向就比较大一点当然也不是100%的，对不对？包括我们再看一些技术指标我经常在这里用的是 RSI。当然我们在 GMT 里面有了整套课程的教导大家之后，我们会用多几个，我们叫三面镜用3个不同的这个技术买卖的信号，那这样的话提升我们的一个准确度，对吧？在这里光用1个技术信号或者2个技术信号的话，基本上也能够增加我们低买高估的一个情况所以套用到今天这个美股的情况来看，其实是没有一个买出或者买入的信号的所以人家来说，哎呀，七爸爸，为什么美股没跌美股为什么涨了？其实没涨，对吧？你看看没涨为什么没跌？也没到卖出的信号就不会跌了，是不是到有卖出的信号的话，那可能跌的机会会大一点所以基本上上一次到了那个卖出的信号之后第一个上升的轨道基本上到顶了，第二个 RSI 基本上到70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一看，就有一个卖出的信号，对不对？如果那个时候你有美股的话，卖出的话，那当然现在这个虽然这个股票好像没怎么跌但是还是一个就现在就已经没有了一个卖出信号了所以我觉得整体的美股，有人还问了，那整体现在美股是牛市还是熊市我们看到还是个慢慢的上升的轨道，慢慢的上升的轨道。绝对不是熊市了，对不对？有人来问所以我在这里解答一下大家的好多的问题。现在是熊市吗？虽然七爸爸也看到有些基本因素的危机在未来有一些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这个是长周期，还有一个是超级长周期，有一些不利的利空的信号在那里，但是在中周期的话是没有太大的利空的卖出的信号。所以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还是一个慢慢上升的轨道的中间，对吧？所以上升的轨道不会是熊市的，熊市的话是之前那个下降的轨道所以听得明白，有请 OIC 我要确保一下大家明白，好吧？所以大家有些问题就很容易就解答掉了，是不是？好了，那我们讲完了中周期，中周期背后的动力是市场的情绪，市场先生有时候突然之间会
乐观，突然之间会很悲观，对不对？当然了，这里面背后也有传媒的一些引导啊。那传媒也是最近好像卖了太多的悲观的了啊，开始讲点好的了。最近讲了太多好的了，又讲点悲观的了，所以传媒的报道啊等等等等都是会影响这个市场的情绪，从最过度的悲观和过度的乐观中间的徘徊啊。好了，讲完中周期之后，讲一下长周期。长周期呢，当然这个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我在星期五那个视频里面有更详细的讲解，所以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OK， 大家如果就不再重复的解释了如果大家听不明白的话，我建议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看我那个 YouTube 的视频啊。好了，到了长周期长周期最主要的是经济、通胀这两个东西影响出来的一个货币政策。OK， 所以呢，通胀和经济是两个 dimension， 两个维度，它们出来的这个影响着一个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里面有加息、降息两个东西升息、降息或者加息、减息一样东西，不同地方不同叫法。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买债还是卖这个缩小买回就是我们叫做量宽还是量缩量化宽松还是量化紧缩。OK， 所以 QT、QE 这是另外一个维度，是直接的把资金导到了市场，还是直接的把资金抽走，从这个市场里面抽走，是两回事。OK， 升息和降息是使到资本的这个成本会贵了，或者是便宜了另外一个是直接的从资金从市场里面抽走，或者是放水所以是两回事情。那这一次呢，给大家讲讲这也是外面没有人讲过的。我之前还为了做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还真的是看过一下。以下这一个是没有人讲过的所以马上就给大家讲讲。之后你又知道了多一点，比人家的多一点所以听七爸爸的直播啦，包括我的 YouTube 的视频啦，还有 GMT 啦，以后你去 party 的时候，哇，跟人家的对话，人家感觉到你好像是这个很有见地的、很有见识的一个人我经常听到有些粉丝告诉我，现在我的身边的朋友觉得我好牛这个就是听了我的视频多了好，来解释一下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外面的人怎么写？外面人写这一次之后，美联储以前都有一个前瞻性的说以后还会加息，对不对？这一次没有讲没有讲以后会加息对不对？哇，就好像很开心了这个好像美联储就停止了，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加息了，因为他的那个 statement 那个加完息之后出来的那个报告里面说没有说下一次要加息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就很开心了所以千万不要给简单的一个标题或者一些外边的文章所误导。如果你看文章的话，很多的文章就说，哎呀，这是一个很牛的信号啦，因为美联储已经没有再说要加息了可能这是最后一次加息，所以整个市场是比较乐观的所以很多人来问七爸爸，就说，美国现在在去美元化，还有这个那个问题，为什么美股还在涨那为什么美股还在涨？因为普遍的人觉得，可能美国的这个升息加息的这个阶段已经告一段落了，以后不再加息了所以他们比较乐观的去买股票了。OK， 那好了，其实细节在摸鬼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这个改变，而这个改变不代表它以后不会加息。想不想听想听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想听。 OK， 好，那给大家讲一下其实呢在这一次加息之前，美联储好像加了10次了，对吧？10次的息，从0% 加到了5.25%，加了好多次了，哇，加了10次，从0加到5%，基本上加了5%，是很快、很急的、很快的加了很多的息，对不对？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通胀太高了，通胀太高了，就算现在通胀降下来了，通胀也有5%，对不对？5%的通胀，那也就是说，虽然利息好像是加到了3%了，加到了3.5%了，加到了4%了，其实
我要钱放在银行里，赚了4% 的利息，拿出来之后，通胀占了5%，我的钱还是贬值了。我放在银行里，我还是受损了，是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对不对？他现在要鼓励人家把钱不要投放在市场里面去消费，因为消费的话会刺激通胀。最好他是想啊，我们把钱放在银行里啊，所以他要鼓励我们把钱放在银行里。但是如果银行的利息是低过通胀这个百分比的话，我们放钱在银行里面没有奖励，还有惩罚，对不对？明白啊？因为我们拿出来的时候，虽然是多了3% 了4% 的利息了，但是我们去购买东西的时候，哇，东西加价啊，这个加价已经加了6% 了5% 了，所以我们买的东西是买少了，这就是购买力的贬值了啊。所以有个叫实际利率，实际利率就是我们银行看到的 nominal 这个nominal 什么表意利率啊，这个 nominal rate 减掉一个通胀的那个数字 ，OK， 所以呢，虽然 nominal rate 看起来，哎呦，美联储又加息了，加到3% 了4% 了4.5% 了，我们现在存款都有4.5%，好像很开心了，但是实际利率还是在负的。OK，也就是说，我们就算利息升上去了，我们把钱放在银行里，我们还是每年在输通胀啊。所以以前把钱放在银行里是输掉通胀。OK，好了，所以他一定要加，一定要加，一定要加，而且告诉你我会加，我会加，我会加。为什么？因为他要告诉你啊，哎，我是很认真的，不会让你们把钱放在银行里吃亏的。只不过一下子不能加太多，加太多会出问题，所以我每次都会加。大家相信我，我每次都会加，对不对？所以他每一次这个美联储的议会之后啊，他都会 make 一个 statement 讲述说，我下一次还会这个很认真的会加息啊，只是加2码、1码还是3码，对不对？因为他要追上这个通胀。好了，加到现在了，现在的美联储的那个短期的利率是5到5.25%。OK， 那我们现在看美国的 CPI 大约是5% 左右啊，5点几个 percent， 但是最近在降下来，对不对？所以呢，利息在涨上去，通胀在降下来，到了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就是大约当然我每天都在变的，对不对？通胀也每天在变，但是大约现在的利率是等于了通胀，现在的实际的利率是到了0。到了0，所以他这次没有在写我下次还会加息，原因什么？原因是他不需要去追通胀了，这个利率不需要去追通胀了，它可以更加灵活的，到下个月看看，经济好不好？到下个月看看，通胀有没有上去？到下个月看了通胀有没有上去，经济好不好，再决定加还是不加。所以他现在不讲他会继续加。很多人的判断就是美联储加息已经加完了，我们可以放心的去买股票了，对不对？这是一个错误的幻想啊！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总结一下，这是个错误的美丽的误会，美丽的幻想，对不对？所以呢，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关键什么？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利率等于通胀了，就是这个到现在为止你放钱在银行里是第一次不用被惩罚了 ，OK？ 所以呢，他之后不需要再追通胀了，他之后可以看看这个通胀的数字，看看这个经济的数据，再决定加还是不加他没有说不加当然他也说过了，降息是没有可能的了对不对？因为刚刚才到0，刚刚才追到，对不对？你马上要它降息，那又不是负利率，负利率的话，我们又把钱不放在银行里，又去消费，那又会刺激通胀。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会
有那么错觉的一个美丽的幻想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是我个人解读为什么现在好像这个股票市场没跌哦，美股没跌哦，对不对？因为大家还有一个幻想，就是美联储加息加到底了啊。但是所以我们看到所以我的理解。这也是芝加哥美联储有不同的分局芝加哥的美联储的那个行长，他也是说的，对吧？6月份加息，现在预测是太早了以前很容易预测，因为以前的利息是在那个通胀下面一定要追，所以一定会加。那现在正好是加到了相等了，所以现在预测6月份还太早了我们6月份再说吧，6月份看看数据再说吧，对不对？所以呢，可以加，可以不加。OK，所以大家不知道同不同意我这个解释外面是不是没有人这样讲，是不是所以我这样讲了之后，你理解了之后，你觉得合不合理？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写一下。OK，好，那我们看一下，加息是一回事，对不对？量宽和量缩是另外一回事。我在去年的5月份，正好是1年前，当时已经是开始加息了，但是当时的股票还比现在还要高一点，对吧？当时我就说了，真正的股票市场跌的原因将会是资金从股票市场里面抽走，或者是资金从这个世界上抽走。OK， 那就是货币供应了货币供应有不同的定义 M1、M2、M3。一般来说，在市场里面流通的广义的货币供应的定义就是 M2 那我们来看一下，去年开始6月份开始减少买债了，甚至在他要缩表了，对吧？要把美联储的那个资产负债表缩小了 ，OK， 缩了1年之后，再加上银行危机，两个这个数字已经是跌到了 M2、M2 的一个增长跌到了负增长。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负增长是很严重的。为什么说很严重呢？我们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有数据来看的话如果这张表是2006年，我们再看之前的话，我也不记得有负增长。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印钞票的机器是一直开动的，一直有更多的货币到了这个市场里面，因为它是正的增长，对不对？它还是每个月在增长，每个月多一点，每个月多一点，只是有时候多了多一点，有时候多了少一点，但是每个月还是在多的。这2个月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市面上的美元是少了，因为是负增长了。所以这个负增长这个0这条红线是很关键的，有它的很关键的所谓叫战略性的意义的。因为现在真正的美元在世界上是少了少了 OK。 那这里有2个原因，一个是美联储真的是在缩表减少买债，甚至是把债卖出来，从市场里面抽走资金 OK。 第二个是银行出现了问题，银行危机之后，很多的存款从银行拿走了，银行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放贷，所以银行谨慎了银行也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那个风险也是看得更紧了，所以银行的放贷少了，所以呢这一下子这个美国的这个 M2 的这个货币供应是少了很多所以这个其实是个对投资来说是个很大很大，比升息降息还要严重，还要关键，还要严重的。所以未来钱少了，对不对？钱少了所以利率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会上去我的视频有解释过，收益率上去，债券价格下来，收益率上去，也就是折现率上去，折现率上去，股票的价值也会下来。所以呢暂时来说，这个长周期我感觉到是不太好所以中周期长周期都解释过了，对吧？好了，再讲讲超级长周期了。超级长周期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差，甚至现在美国的著名的投资人都已经要开始做准备，包括最新的巴菲特的年会，Berkshire Hathaway 的年会，他把台积电卖走了，卖掉了啊。他说台积电的公司很好呢，但是他们觉得资金放在台湾不安全，也放到日本比放到台湾好一点，对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啊，各位台湾的网友粉丝啊，我们也要参考一下巴菲特的做法，对不对？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啊，快点建议大家快点把你们的资金呢，最好是分散投资啊，分散到其他的股票市场。我个人是不太看好债券。我知道台湾很多人是喜欢买美国公债，我不太看好美国的公债啊。我们在 GMT 里面有看不同地方的股票，我们最近也做了3个啊，我们最近也做了3个台湾的股票，做完之后我感觉到连我们的台湾同学都感觉到不太好，在 GMT 里面都感觉到不太好啊，所以呢，如果你还没加入 GMT 的话，欢迎你加入 GMT 啊。如果你这个自己在投资的这个财富管理里面啊，也要想想看怎么样做好一个风险管理，好吧？那所以呢，未来的台湾还是比较紧张啊。那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对冲基金的经理啊，他刚退休，叫 Dalio 啊，他写了2本书，非常好的，我经常也用他的那个框架的啊，他就讲到了一个帝国的兴衰啊，他以前他讲了这个框架之后，最近2个星期前飞到了中国大陆，回来了之后，他写了一个 email 给了他的一个 subscriber 啊，他说中国和美国已经是 on the brink of war。已经是在战争的边缘了啊！正好他讲了那个时候正好是我看到这个我在 GMT 里面有讲了之后我准备了之后看到他那一个，所以我看到的他也看到，就是我不是因为他看到而看到，我也看到了，结果他的看到是让我更加肯定的，这一个局面现在是非常的严峻了啊！所以呢，在这个台海的局势非常严峻，有可能会打仗啊，希望不要打了啊，因为打仗真的是作为我们小市民不好，对吧？但是在这个局势的情况下，逆全球化是正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OK 那一边是去中国化，要把中国的供应链分散到越南啦、印度啦另外一边是去美元化美元不再是唯一一个结算贸易的或者是储存货币这个中国也是很积极的在做去美元化，所以之前我的视频里面也讲过好多次去美元化，这里也不再重复了去美元化不代表很多人就来 challenge 人民币能取代美元吗？不代表人民币要取代美元，只是美元不再是一个唯一的或者是非常大的一个占比的一个储备货币就是这么样所以美元的地位再下来这个已经是够 damaging 了，够杀伤力够大的了不需要完全被取代，已经是够杀伤力了。OK，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台湾现在无论是投资未来经济都有很大的我们叫逆风这个 headwind 逆风台湾的经济最近2个季度这个6个月都是负增长，在这个教科书里面这已经叫经济衰退了。台湾的出口降了很多 ，OK， 所以整体来说，台湾本地的经济还蛮好的这个我最近刚去过台湾旅游本地的经济还算可以，但是它的外贸、它的整体的生产工业等等等等。
都是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逆境啊。那当然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对不对？原因也是因为台海局势，因为台湾的立场，因为正好是夹在中国和美国中间啊，所以呢两边都有点影响，就这样啊。OK，那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股市啊，那现在就用回我们的选股五部曲，对吧？刚才的长周期啊，我们一会儿再看到超级长周期，现在台海的战局，去美元化、去中国化、逆全球化是一个超级长周期的一个转捩点转折点。OK，那我们来看回台湾的股市的话选股部曲第4和第5步就是买卖的信号，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对不对？现在台湾刚刚出现了卖出的信号所以台湾的朋友如果你还没走的话，参考一下，有一个卖出的信号当然我在这里不给买卖建议我只是来告诉大家有一些工具，我的选股五部曲里面，我的技术分析里面有不同的工具如何来应用，好吧？那所以呢，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往前移的话，去年的11月和12月的时候，台湾的股票有一些卖出的信号 ，OK 基本上有几个，第一个，它当时的 RSI 超过了70这个市场是超买。所以是超买了之后过分的乐观 ，OK。第二个呢，它连续几次超买之后，还有一个叫底背离、底背驰不同地方也叫不同东西这个 RSI 和股票的价格是底背驰，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卖出的信号，所以之后呢，股票是跌下来了 ，OK。但是当时跌下来。另外还有一个信号是买入的信号我们在 GMT 里面我们教导里面有讲过，一般来说股票市场里面有两帮人，一帮是顺势的，一帮是逆向的，对吧？顺势的人那时候是一个买入的信号，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黄金交叉所以呢两个一个是买入，一个是卖出，对冲了，所以这个股票的那个方向也不是太明显 ，OK。那再到了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1月和2月份的时候，同样的卖出的信号又出现了 ，RSI 到了超买了又有一个底背驰，所以第二次又出现了，这个时候的股价还高了一点点 ，OK， 再高了一点点。那这次第二次出现的话，是一个更加强烈的卖出信号了。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趋势投资法的话，有一个叫升穿了250天的平均线，所以也是一个利好的买入的信号，所以也不算太差，还是有一个 momentum， 有一个动量在后面。OK， 那好了，到现在这个动量已经是被消化掉了这个要买的人已经是买到了所以这个量就消化掉了。但是现在要卖出来的我们又看回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逆向投资那里买入的信号没有，但是之前卖出的信号已经出现了，对吧？那在趋势投资者里面，买入的信号变成卖出的信号了，所以现在是一面倒的在卖出的信号了所以在我们一般来说一看，如果是两个是对立面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到底要采取买入还是卖出，或者不做事情也可以，因为是对冲的。但现在两个帮派的都是在卖出信号之后，所以呢，以后下调的机会比较大。OK， 那好了，我们分析要用不同的维度，然后综合在一起，对吧？所以这个是技术分析。刚才我们讲到了基本分析台海的局势。经济的 GDP 的经济的衰退，对吧？经济衰退是基本因素，技术因素是看到了市场的情绪和资金的流动，两个看在一起都不太好，所以台湾的朋友们赶快把你们资金，如果你还在台湾的股票市场里面我不做买卖建议，我建议大家参考一下今天给大家的基本的因素和技术因素，
做出你明智的选择。OK， 那好了，所以呢，大家看到啊，我这里要更正一下，上一次啊这幅图给大家看过选股5部曲如何应用，下面有三个行业板块里面有3个上一次那个bullet point 啊写错掉了，是一个勾，其实不是勾，是个交叉，是个 cross。不好的啊，但是我上次就那个勾没有这个交叉没有改掉所以变成了一个勾，所以这里改正一下 ，OK。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啊，现在有一个超级长周期的影响出来，再加上叠加刚才那个长周期美联储的那个货币政策，对不对？所以整体来说，未来投资这几个月了啊，我们太远我们看不到，对不对？这几个月的投资会是个逆风这个 headwind 逆风你要发达的话比较难一点，跌的可能会大一点，对吧？当然，所有都是可能性，对吧？所以在这里投资就很难了。但是你说不投资行不行？不投资绝对不行，对不对？这不投资肯定会输通胀，肯定你说债券也不好，房地产其实也不好。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房地产那个利率上去了，未来房地产的流通性很差，对吧？那你钱放哪里现在是有钱的人头痛比没钱的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做功课但是我们投资回报的预期 expectation 就不是一个顺风的期了但是也有地方是顺风的，也有地方那我个人觉得我们的 GMT 里面有很多的新加坡的同学、马来西亚同学新加坡同学、马来西亚同学，好消息就是未来的顺风新加坡是其中一个，马来西亚少一点，但是也会有新加坡会多一点。OK， 还有呢就是印度中国出来了就跑去印度和越南那印度和越南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会是一个未来的顺风的地方所以呢，我鼓励大家特别是如果你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们的粉丝当中有很多新加坡、马来西亚，对不对？我鼓励大家好好的学好我这套10倍股的一个框架因为机会在眼前的话，如果我们买了一些不涨的股票只是稳稳的股票，其实这个机会成本是很大的，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大家这个因为新加坡你们是本地的，肯定是要比我更加熟悉的我希望就是我的框架能够送到你们的手上，你们学了我这个框架之后，练好了心态用了这些找到10倍股的一些框架出去找到了之后来告诉我我们也一起来把握，好吧？所以呢，今天这个我们现在看一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可以有些时间来解答一下问题所以我邀请大家，第一个可以是调节一下心态这个不要再寻找一些不涨的股票了，稳稳的股票了。新加坡的人要稳稳的，很怕了怕这个怕那个了，对不对？我们要如何可以做到长期安心的超级的盈利，超级的10倍股所以我有一个课程内容很精彩本来要收费的，后来因为要这个感谢这个粉丝们，所以暂时免费，快点去看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快点去看然后看到之后，你想一想如何可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寻找10倍股，因为未来的顺风在那里。OK， 第二个方法3选1了第二个，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选股5部曲的话，那我建议大家看一下我30年的经验总结在那里，象征式的收一个象征式的费用，但是背后整套框架你要想刚才有人说看了3次4次，对不对整个框架在里面，你看懂了不同的周期之后，你就能做到在不同时候做到低买高估，中间再加上10倍股的话，1、2、3、4、5，你的成绩会非常的不错，好吧？第三个当然是你要跟788一起在全世界找机会。我们的GMT 里面有台湾的同学，有马来西亚同学、新加坡同学、香港同学、美国同学、欧洲，全世界都有所以你们用了我们的框架找到了股票的话，我们在 GMT 里面可以互相的讨论，找到真的好的话我们一起去买找到不太好的话，我会告诉你这个不太好，再继续找，好吧？ OK， 我们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啊？所以3个选择你们自己选一个 ，OK。好了，随着越来越多的银行的倒闭，我们可以说现在加息已经到顶部了吗？加息刚才我在上半节已经讲过了啊，加息的那个上半节讲过，就是现在美联储啊没有需要再追利息再追通胀了，因为已经追到一样了，所以它之后会看经济的发展，会看通胀有没有回升啊。如果通胀没有回升，经济又不太好，那可能已经加到顶部了。但如果通胀回涨的话，那银行业又不是太糟糕的话，那有可能还会再涨，对吧？所以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那我个人觉得，现在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紧张的话，在逆全球化的过程当中，通胀不是太乐观，再加上去美元化，通胀不是太乐观，但是它加息这个迫切性啊，的确是少了，好吧 ？OK。马来西亚有什么是值得关注的？那你要自己去看了之后告诉我了啊。10倍股框架在这里，看了之后你做了研究来问我好不好？啊，我们的确是有很多的研究团队在马不停蹄的寻找马来西亚的股票啊，有一些的啊，但是暂时还没有特别满意的，好吧 ？OK。好，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啊，感谢大家。那大家有时间就继续学习了啊，不要看太多的八卦新闻了，不要看太多的那些什么让你恐惧的新闻了啊。最主要是要来学习，装备自己之后就能够长期安心，才能得到超级盈利，好吧？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家庭幸福。事业有成，金钱丰盛啊，还有智慧成长，人生5行样样都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